一条碎石泥巴公路成为进出山谷的唯一通道。当我们行至此地，经过近40分钟的徒步探访，竟发现6栋房屋分布在山谷里，一路上人迹罕至。当我们行至山谷的最深处，2条看家护院的狗狗与主人相伴，一位热情的伯伯接待了我们。他在这里养蜂酿蜜，养殖黄牛，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当这位曾伯伯打开蜂箱的那一刹那，让密集恐惧症的我汗毛都竖起来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兰，祝大家朝朝如愿，岁岁安兰。今天我来到了一座大山里面，在我身后这个山谷里，错落有致地分布了几栋房屋，看起来应该是个古村落。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大家看看我旁边这栋房屋，外面做了粉刷，其实里面就是泥土房。好啦，我们就近距离看看这栋泥土房吧。嗨，大家好。现在我们来到了湖南一座大山的山谷里面，在山谷的入口处我们就能够发现这么一栋泥土房。这栋泥土房呢，看起来已经是废弃了，因为上面的瓦片呢没有翻新，而且墙面呢脱落的比较严重。门口一堆的垃圾，所以这个房子是没有人住，而且堂屋门敞开的。我们来进去看看这栋房子。哇，这个门口有一顿棺材。这个堂屋呢，应该是当地人收集的一些木材。我们来看看左手边的房子，这里呢是一个厨房，以前做饭的地方。然后我们来看看在湖南大山里面以前的农家，他们厨房是什么样子。这个是干什么用的？洗手槽洗手池哦，或者在里面可以储存一点水或者买了新鲜的鱼活鱼可以在里面养一养然后这边呢是后山，这栋房子这边呢已经有倒塌了。我们房屋的地面呢，我们也能够看到有一口棺材。要是晚上到这里来会有点心里发毛。它那个最里面好像是一个养猪场哦。看起来是。这个房子打扫的还挺干净的，里面。这里以前是养猪的一个地方，但是都废弃了。然后这个房子的高度有接近10多米高。每家每户在湖南大山里面都会修建2层的这种阁楼，上面呢都会放一些杂物，像上面以前有泡澡的那个木桶还有这个收稻谷的这个打谷机。好吧，我们现在就去徒步走到山谷里面去看看吧。这里面还有一个废弃的独轮车。这个地方好像就是赶猪上车的地方喽。以前这里是一个养猪场，改成就是整个这栋房子没有住人以后做成了养猪场。然后现在养猪场也废弃了，所以整栋这房子就完全废弃在这里了。大家可以看到门口的对联写的比较气势磅礴，天地正气。
南阳四帝登楼加身，这副对联也写得非常好，一看就是属于大家闺秀名门之后的一栋房子。好吧，我们现在徒步走到山谷里面去吧。整个走进去接近是2公里的路程，也是一条碎石泥巴路。这条路面呢还是比较平整。今天的风比较大，但是太阳升起来以后啊，这个温度啊有接近30度的温度了。但是明天就要开始降温，又会降到9到10度左右。现在的天气极为不正常，忽冷忽热的。那说明今年的油菜籽产量不怎么好啊。对了，门口这栋房子与众不同，还供奉了菩萨。看对面这个房子，以前是一栋老房子，但是已经废弃了。刚刚好像看到了一只猫。一只橘色的，它躲到草丛里去了。在这个大山谷里面呢，非常的安静，基本上都只有老人住在这里面。然后我的左手边现在就可以看到当地村民种植的青菜。右手边呢，新修了一栋平房，看起来没有人住了，应该是一栋五保户住的。哦，后面还有一栋泥土房。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去到山谷最深处里面去看看房子，看看里面住的都是些什么人。因为我们刚刚在门口看到了一栋废弃的泥土房，这里面的这栋泥土房啊，看起来有人住。待会儿我们回来的时候看一看。我们先去山谷里面去看一看，这个地方以前应该是养羊的地方，搭了一个小小的棚子。公路两侧栽种了很多桂花树，所以在这个山涧里面，要是养了蜜蜂的话，基本上就会很多桂花蜜。这个地方好像是给羊吃的那种青草。我们近距离看一下这个青草，哇，绿油油的。以前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青草，但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近距离的给这种青草做一个特写。以前不知道这个青草是干什么用的，后面当地的村民告诉我们，这个青草主要是羊、牛、马都可以吃，甚至还有鹅。我们在这个地方又看到当地村民弄的庄稼。这里种的这种青草还很多，所以住在这个大山里面的又是搞养殖业的。这里种了好多青菜，然后呢，剩下的全都是青草了。对，这里全部都是绿油油的青草。看样子这个山里面养的羊还养的挺多的。这个地方种了一点大蒜，还有油麦菜。这个池塘看起来养了草鱼，养了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家鱼，像
鲢鱼、鲤鱼、边鱼、鲫鱼。好吧，我们继续往前走吧。啊，今天艳阳高照啊，稍微走几步就一身大汗了。明天开始又要穿上冬装了。啊，这里看上去，这里又是有一户人家。这个房子里面看起来是有人住，因为我们看到养鸡了，但是里面看起来主人今天不在家，门都是锁住的。好吧，我们继续往山谷里面走吧。我的左手边就是一条清澈的山泉水沟，从山谷最深处一直流淌到山底下去。2栋泥圈房，这样看上去应该就是养山羊的地方。是的。但是这里没有看到一只山羊了。应该是放出去了吧，或者是废弃了。废弃了，因为上面的栏杆全部都破损了，所以这个棚子已经废弃了，没有山羊了。因为近1-2年，现在的养殖业也不是特别好养，养牛可能稍微好一点点，山羊卖不起价格，猪的价格也非常低。对面这栋红圈房，以前肯定也是养山羊的地方。啊，这个山谷里面，这的风啊，吹的身上真舒服，一路都是鸟欢快的叫声。啊，我们看到前面有一个菜园子，这里应该就是离居民住的地方不远了。这里还有一条青石板桥，在100多年前，这个山谷里面住的肯定有好几户人家。哎呀，好累呀！但是现在这个山谷里面已经是彻底废弃了。电线杆上面都是几10年前的电线杆了。哇，这里有一户人家嘞！看来这栋房子还修得很漂亮。但是也没有人住在家里面。要么就是出去务工了，要么就是走到山外面去玩去了。这栋房子修得还不久，还比较新。我们走进去看一下。旁边好多蜂箱。好吧，又没遇到人，我们继续往山谷里面走吧。要休息一下，对不对？像住在这山谷里面的人呢，基本上都是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面，尤其是些老年人呐，他们割舍不下这里面的这个乡土情怀，都会在大山里面修建一栋这样的简易房或者是平房，在这里面养老安度晚年。现在我们不得不进入爬坡模式。原以为山谷里面的房子住在比较平坦的地方，现在看来接近山顶了。又是一条沿着这个山挖开的盘山公路，
当然，以前这条路是后期挖开的，走了半个多小时，基本上才走到半山腰这个位置，一直通过这个半山公路卷上来。在这个山的里面，看，因为春天，所有的一些果树啊，都是开满了花。前面尽头的正前方有一个废弃的屋场，从那个山的底部一直走进来，一路过来，我们现在只看到了5栋房子，但是基本上都没看到有人住了。这幢房子修的还比较新，还有2栋泥土房啊。阿兰，快看！这里看到有房子了啊！这房子里面住的有人呢，还有狗叫，还有狗，哇，有2条狗啊，哇，还不止2条狗哎，哇，好多条啊！是的，那简直就是汪汪队呀！哎，所以爸爸要拿根长点的竹篙，我们只带了1根棍子，为了安全起见。再多来1根棍子在身上。你背着包吧。啊，在这个大山的顶上都还住的有人，就这一户人家了。哇，那个地方还开了一片花。现在这个狗还好，还怕人。这里就只有这一户人家，2条狗。有人住在这里面，这晒的果子。哎，老人家你好啊，嘿。不拿根棍子不防身啊！啊，这个是还是扎的茶籽啊？你一个人住啊？哇，这里就只有你这一栋房子了吧？哦，我带小孩子出来玩一玩，登登山，看看，走一走。现在不明天你把我调回要不讲。安全点，坐吧，坐吧，坐吧。你一个人住在这山里啊？那你住了多少年了啦？我去个3年。3年啦，才只3年啦。这房子才也足修了3年吗？这房子修了5年了。这房子修了5年。今年6年。今年第6年，但是你只住了3年。喂人，走过来。哎呀，我喝茶不？哎，可以，没关系，没关系，忙，你忙你的，你忙你的。我买了什么事？喝个茶。好，谢谢。这滚烫啊！哎，普通的茶水就可以了。那你当初修这个房子，花费的成本应该不低吧？我说你这个房子当初修起来应该花了很多钱吧？房子修是的，我们一路走上来，都没有一条好的路啊。而且这个路是你挖开的吧？路我的二祖宗丢的钱修歪通了。就是你们这个小组就是集资修的这条路。以前你这里住的人应该很多吧？我一路看过来，好像还有很多这样的地基房。以前
从那个地下松头连起去有8户人家。啊，以前都只有8户啊。啊，8户也有50几个进人。啊，8户人家50多个人。啊。但是现在我刚刚一路走进来，基本上都虽然房子有，但是没看到人住在里面了。我的那个就只有3户人家才嚟呢個，才嚟呢佢這個。哦。我的老婆碰得起佢去，碰得起就不去。啊，你老婆有时也住这里。但是就是你一个人住在这里面。你现在住这上面也还挺好的。哎，不抽烟不抽烟，我有烟都给你出了。我不抽烟。哎，有烟我都给你出了。我以前就是在那里出生的。在这里啊？在这里出生。但是。出生到20多歲之，到20多歲之就要在求先佢家，在求先佢家20多年之。啊，这里住了20多年，到20多岁的时候出去发展去了，发展完20多年，然后又回到这个地方。那你儿女们呢？愿意到这里来吗？你儿女们？儿女只有一个女。啊，只有一个女儿。我的那个是计划生要想。你今年过年到这里过的年吗？我说过年的时候是在这里过的年吗？在这里过的年。啊，我都不想走动了，一走动你的狗叫个不停。我才他们。哎，好，谢谢。养那点牛。好，我跟我女儿拿着吧。好，我跟她拿着，放在地上。养那点牛哎。啊，你这里养的牛啊？哦。牛栏在下面的。啊，在下面养的牛。就是站在这里看得到就你的路去过来。所以我一般都想，因为在山里面，要么就养猪，要么就养羊，要么就养牛。我去其他山里面带小孩子，我出去登山呐，去山里面玩呐，看到的一般都是养猪和养羊最多，养牛基本上很少遇得到。你这里就主要是养牛了。我养牛。啊，这个电线应该是后期给你拉的吧？这个电线是国家拉上来的。拉了几年呢？6年。拉个3年了。也才拉3年啊？以前就是那个小型，子那个看下的来的。啊，以前还是有电通到这里面来，只不过是说没有这样的3相电。这是整个山里面的最后一户。这个电线就拉到这里为止了。你这里边菜园子在你后面。我菜园在下面。啊，菜园子在下面。是的，我在这上面没看到菜园子了。哎，你出行怎么办？没看到你摩托车。你出行怎么办呢？我有一部摩托，有一部工具的。有2辆车了。刚我养一点蜂蜜。养了点蜂蜜。你蜂蜜平常卖多少钱斤呢？蜂蜜卖50块钱斤。卖50。都是一样的价格。在这个山里面，以前都才只有8户人家。那你以前就有那么宽的路。就这么宽？就是1步宽呢。我天。就是那头车啦，你看过头车不？那种独轮车。就是那车。独轮车都有人家搬，嗰是上来这东西上来，下去就有把那个棍子焊到那旁，等下就满线。我知道了，就是上来的时候就独轮车慢慢推到一半的时候再搬上来，再背上来。去下面的时候呢，就要慢慢拖，在后面慢慢拖着，房子要滚下去。那生活在里面也是蛮辛苦的嘞。我还有比我这里还有，就是那边那个桃花乡那边那里面我去过。还有比我这个的还上去的多个张提。你这里房子做下来有没有花8万块钱？有。是的了，因为你这里上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你这个地方其实说实话，山泉水还充足吧？山泉水还好吧？啊，是啊，如果你说你这个地方要是山泉水充足，你看呢，养鱼，挖口池塘养鱼也不行。为什么呢？它因为是它个阳光不行。阳光不好吗？它阳光就是山区多个了，它就是每天生个个水不能晒光水。那个水就很凉。水就很凉，那就它就个鱼就不多。啊，对，太凉了，水鱼长不起来的。那就加上养鱼也是腾用鱼池，也没有加清石头说，也没有形成。是的。那是的了。但是其实像你这个地方，现在是下午3点多了，这个太阳还是会一直晒得到晚上吗？这里？晒不了就马上就走了。这2只狗狗现在就安静了。哇，刚刚进来好吵，都不敢起身，一起身它就一直吼，吼得耳朵都发麻。现在坐在这里，它们也就安静一会儿了。其实你这个位置要是真的是好地方，完完全全像你这种土生土长的人，要是我的话我可能真的会这里挖口池塘，把山泉水我是怎么做的？想怎么做呢？用那个水泥蓄点水，因为水泥容易起温嘛，水一晒会晒下去滚烫的嘛，然后就流到池塘里去，就是把水引上来，然后再通过二级的方式，通过那个水泥池的里面的水，它就会滚烫的嘛，就流进去。它个东西不？然后在这里再养点鸡呀，养点鹅啊，养点鸭呀，就是循环利用，因为鹅啊鸭呀，你反正都是吃草嘛，它就会有粪便嘛。一等精力，你没有过的精力去搞。是，养这个东西肯定是很费时、很费力的而且一个人忙不来最少是2个人关键天上还有飞的，天上飞的老鹰。有没有什么经济效益？就人身不暇。是不？我们农村有没有他的退休工资有没有过些经济来源？你养完这个东西以后拿到这个市场上去赶集卖呢，难道卖不起价格吗？卖不起价格吧，他就是有好多人家，就是你好东西，他也就给你说东西的价格就划不来。你不认得过去不？晓得这是那个野生茶籽啦。藤子。藤子什么是藤？哪个藤子3点水个藤3点水的藤榨桐油吗？榨桐油。对榨桐油嘛。桐油就是原来就走那个油气人士的。我知道，就是像房子有承柱嘛，像以前那些木门还有棺材上面会抹成藤油嘛。哎呀，我都不敢起来，一起来这个狗叫的要死。好，我起来一下，我试试看因为起来这个狗叫的。不能叫了。好吵。它这种就是把那油不叫。这个是那种榨桐油的。榨什么呀？对，就是榨桐油防止那个白蚁承柱我以为是那个山茶籽嘞。山茶籽不是这样的。你这个是自己把它榨成油了？自己把它榨成油呗。榨成油再卖给别人。这个卖多少钱一斤呢？这个沙？这个不得加，它是油的自己的，20块到25块之间。20块到25块钱一斤。我刚刚一直不敢起身，就是你的狗太吵了。起来。你这房子还没怎么装修了？房子没有装修。这里是给狗住的。就是收2年的。你这里是给搞了点这种草料了。这是把牛吃的。是的。这里是你做饭的地方。这是做饭的地方。燃气灶。自己还是搞点木材生火。这房子还搞得还是有那么方便。
现在只要是有电有网，还是挺不错的。啊，我刚刚一直没走进来。啊，你这里有摩托车。开始狗进来的时候，它又吵又胖子，它咬人，所以不敢走动。它不能冷的。嗯。要帮忙不？啊？要帮忙不？不要帮忙。这个一般要晒一个星期吧，要。看它用大好。晒1个星期好榨油了。如果是像今天个是天不，还是不如晒1个星期。今天温度好高。但是明天开始就要降温啦。明天就开始降温了。只有8、9度的温度啊。不要。没关系。上飞。没关系。不要我就是这样当这个。你这个山这个路挖通了多少年了？有差不多有6年吗？6年。就是围着这个盘山路。也就是你要是这条路不挖通，你这房子也没办法修。不挖通路，没有房子，没有办法修。是的啦。那你这里养的蜜蜂养的多不？养了10几箱吗？你看一下喽。来，安南，过来，爸爸牵着你。不行的，不按哦。全部放在这后面。后面。我刚才就是因为帮太阳紫水那里长木头。刚刚在后面砍木材。我在这里长木头。哎，你这个水呀是从山那里面引过来的。夏天的话，这里的水充足不？夏天也有吧。还算是充足。在那里长木头。在那里面砍。在种木头啊。就这种小货车。你这个木材是准备自己搞出来以后卖给别人，还是什么自己用呢？搞出来卖给别人。这个位置还是挺好的，所以说你这里住3户人家不奇怪，因为这上面还是有这么大一个坪。那以前你的田土在哪里呢？田土在那个看下的，土在那个山。土在这个山顶上。那你山顶上没有水呀？没有水，靠天上下水吧。那不是，要是天上不下雨就没收成。我天。就靠天吃饭。那真的是靠天吃饭喽。靠天吃饭。看一下蜜蜂吗？我可以把你看一下来。好，可以。看一下来。不会咬人吧？在那个气温不会咬人。现在这个气温不咬人是吧？它天气冷的时候就会咬人。小心点啊！我们今年是第一次看看。哇，密密麻麻的。就是这样。你养蜜蜂养了多少年了呢？我养蜜蜂，才毛养好多年。它一轻个闹下，它就不要走。你那个黄色那个部分是水还是什么？那个药水。药水啊？它防它的偏过的。哇。哎呀。密密麻麻的。强迫症看了这些。是的。引导。那有时间到你这里来，也可以给你买点蜜。可以。正常我们一般都会到10月份左右会过来买。现在应该都还不是采蜜的季节。你不是采蜜的季节，又到7月份。6月份。6月份采蜜个就，如果天气好，到冬天有一次蜜产。冬天嗰次蜜就蛮可以这个。是的。这蜜蜂。所以在这个山里面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全部都是纯天然的。靠山吃山。
啊，你这里有1箱、2箱、3箱、4箱、5箱、6箱，啊大概就是10箱左右。就楼箱。 6箱的话，一年有没有接近150斤蜜？楼箱啊，啊它一个是看那个分蜜多，啊，一个是看天气。看天气。天气好，它才上官产蜜的时候天气好。我去年啊，只有7桶分子，啊，只有7桶分子，产个300多斤糖。哇，去年啊你有300多斤啊，300多斤就7桶分子。 ，7个分箱就有300多斤蜜啊！哎呦，那你的产量好高哦！产量好高呗。好，小心不急不跑，这狗还算是蛮温顺的。它在气温低了就会结晶，就会结晶。是的，我家里的现在也是结晶了。你这些蜜应该也会赶集拿到外面去卖了。我的不赶集。你不赶集吗？不赶集就是那个3门石油啊，他会带到人来给我买给去。就是你的一些亲朋好友还有过来帮你做一些销售。做销售。那也就是平常你到你这个地方来玩的人还是有比较多了。就是平常的时候到你这里来玩的人还是比较多了。现在这2只狗狗就很乖巧了。我说现在这2只狗就很乖巧了。就不吵不闹了。开始是叫个不停。好了，我们下山了，4点半了。好。我们国庆节的时候再来玩。好，我们先走了，打扰了，郑大哥。我们是一路走过来，走到哪里玩到哪里。再看看，拍拍风景，拍拍视频，走一走，转一转。是的，可以。哎。对的。好，身体健康啊。好。拜拜。这位曾伯伯给我们讲述了他以前在这里生活的场景，没想到这里以前竟然如此的艰苦。在这里，我就祝这位伯伯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啦，今天的视频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